高达与扎古到底有多大差距？真的只有材料不同吗？我再问具体一下啊，知道为什么扎古身上会有动力管，而高达没有吗？知道扎古用的流体脉冲系统与高达用的力场马达在驱动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吗？一年战争末期登场的磁气覆膜技术与赛克缪系统又分别是什么呢？了解完这些，你将对联邦的高达与吉翁的扎古有一个全新的认知。首先呢，咱们要在认知上达成一个统一啊，高达是一种代称，理论上啊，只要剧中的驾驶员或者开发商愿意，任何机体呢都能叫高达。不过绝大多数啊，记得我说的啊，是绝大多数的高达都是用来进行技术验证的机体，只有很少会进行量产。另外呢，认证是不是高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万代的模型盒子上面有没有写高达，写了就是，没写就不是。而扎古呢，则是对特定型号的机体的代称，比如啊 ，MS-05 是扎古1 ，MS-06 是扎古2，而 MS-07 呢，虽然与扎古的技术很像，但它的名字啊叫老虎，那它就是老虎。虽然扎古一词取自日语杂鱼的谐音，但扎古是杂兵不假，可这并不代表着杂兵就是扎古啊。就像说阿姆罗是新人类，但并不代表是个新人类就叫阿姆罗一样，这一点啊，很多人都给搞混了，看见独眼啊就叫扎古，还要理直气壮的拿出谐音的说法，这就大可不必了啊。另外呢，由于扎古2的形象与技术路线上面过于知名，所以啊，一般情况下提到扎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扎古2，而后续的扎古3与 Seed 中的扎古勇士，则是外形上有些许相似，技术上呢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所以一般在讨论扎古的实力时啊，你要是把这些也给整进来，就会造成认知上的巨大错位。接下来咱们要讲的内容主要以0079一年战争为重点，而这期间证据中的高达自然就是阿姆罗驾驶的 RS-782元祖高达，而扎古呢则是扎古2为主。二者无论是从剧中的表现还是人物的对话中，最直观的差距啊就是外甲材料。高达使用了月神钛合金，后来由于高达在战争中的活跃表现，月神钛合金的后续改良金属才被命名为高达尼姆合金，而扎古呢则是使用了超高张力钢，再结合二者的武器差距，即高达的光束武器与扎古的实弹与热能武器，在战场上呢就形成了扎古的豆豆枪只配给高达洗澡，只有火箭筒与热能斧能够对高达造成一定的威胁。反观高达呢，光束枪抬手就能秒扎古，二者之间的差距这么来看啊，就已经足够直观了。但这呢还远远不够。没错啊，接下来我要讲一讲本期的重头戏了，也就是高达与扎古在驱动系统上的区别。首先是扎古2的流体脉冲系统，确切来说啊，一年战争期间大多数疾风机体用的都是这个系统，它是将融合炉中产生的能量通过转化器转为脉冲压力，以超过音速的速度借由遍布机体全身的细致管道传导至关节中的旋转气缸，从而啊驱动机体的关节进行旋转。可以说呢，流体脉冲系统啊是非常接近人类身体的一套系统，其中融合炉扮演了心脏的角色，而输出的脉冲压力就是血液，遍布机体全身的管道就是血管。这套系统最大的优点呢，就是能源损耗非常小，因为它是将炉子能量直接以另一种形式传导到关节上的，不需要转化为电能什么的，从而造成能耗。其次呢，由于关节只需要承受脉冲压力就可以运转，因此呢结构会非常简单，且体积也很小，还可以通过控制压力的大小来实现细微的力量差距。少了马达的结构，消音效果也非常的好。这些呀都是流体脉冲系统的优点，但同时呢，这套系统啊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扎古身上这些外露的动力管。为了增加脉冲在身体各处的传动效率，除了遍布身体内部的血管，外部啊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动力管，还可以兼顾散热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动力管必须外置的原因。然而啊，这些外置动力管也成了扎古的弱点。正如我刚才说的，用于传输脉冲压力的管道如同人身体上的血管，而动力管呢就像大动脉一样，它的损坏是有可能造成全身脉冲压力不稳的。而且啊，就算从战场上活下来了，后期的维修成本啊也很高。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说说高达所使用的力场马达。其实力场马达的总体设计思路与我们想象的马达呀大差不差，是要将融合炉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力，并传送给各个力场马达的。对比传统马达呢，力场马达最大的区别就是使用了米诺夫斯基物理学。没错啊，在高达宇宙，米诺夫斯基物理学是独立于传统力学的一个单独的物理现象。由于米氏粒子产生的爱力场会对米氏粒子产生相当强的斥力，而力场马达正是利用这个斥力，使马达实现了远超传统马达的制动效果。与此同时呢，它的体积还被大大缩小了。而对比吉翁那边浑然一体的流体脉冲系统，联邦的力场马达各自相对独立，并使用强大的学习型 AI 辅助驾驶员为马达下达指令，从而使机体做出更自然的动作。而且单一马达被破坏以后，除非出现严重的短路等问题，身体其他部位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后期替换零件也会变得更加容易。你硬要说它的缺点，就是每个马达的结构极为复杂，单独维修难度会很高。
而且啊，就算替换了，损耗也很高，寿命不长，所以财大气粗的联邦都是准备了大量的替换部件，出现问题不用修，直接换来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啊，你要烧得起这个钱。那么以上呢，就是2个驱动系统的大概介绍了。总的来说啊，吉翁这边是极致的机械传动设计理念，而联邦这边呢，则是以电脑辅助系统为核心，动力马达除了贵，基本是要比流体脉冲系统要优秀不少的。二者在战后也是有过合并，那就是高扎古。不过整体表现并不是很出色就是了。后来的吉拉多加才是将2个系统融合的比较好的机体。至于后续的发展呢，联邦这边是在动力马达的基础上引入了磁气覆膜技术，它与传统磁悬浮所使用的电磁力不同，也是使用米诺夫斯基物理学来实现的。通过在关节部位附着稳定的单极磁性涂膜，利用同性相斥的原理，消除零件之间的摩擦力，也使得 MS 动作更加灵敏。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挂着米诺夫斯基名号的磁悬浮，效果呢就像给关节上了一个去除摩擦力的润滑油。像元祖在1年战争末期跟不上阿姆罗的反应之后，就是增加了磁气覆膜技术，使转换姿势的时间极大的缩短了。但由于元祖高达炉子的出力以及其他系统等问题，获得了磁气覆膜的元祖啊，也只是堪堪跟上阿姆罗的反应，并没有发挥出磁气覆膜的全部功效。外传0080口袋战争中的 NT1才能发挥出全部磁气覆膜应有的效果。而测试驾驶员克里斯则认为，一般人啊很难驾驭这个系统，它太敏感了，就好像是用惯了2-3千 DPI 鼠标的我们，突然去使用2-3万 DPI 的鼠标，你轻轻一动，鼠标直接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种感觉。而正是因为其响应速度快的特性，使得联邦后续得以开发出可变形的 MS。毕竟啊，要让一台机体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身体关节大角度的弯曲，一般的动力马达是很难做到的。看完联邦，再来看看吉翁。吉翁这边根据流体脉冲系统开发出了流体脉冲加速器，最典型的运用机体呢就是强人。由于该系统有着更高的扭矩与反应速度，因此啊，强人在运动性方面是要比当时对标高达的勇士性能更强的。吉翁后续的 MS 研发重心则来到了赛克缪系统上，它可以读取新人类的脑电波，并通过系统翻译成机器能够听懂的语言，再借由精神感应力框架为机体迅速下达各种指令。也就是说啊，新人类在驾驶搭载赛克缪系统的机体时呢，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做到心想事成的。这也是 UC 神棍篇章的开始哈。而与此对应的，联邦这边在打赢1年战争，让阿纳海姆收编了吉翁这边的 MS 生产企业以后，便基于赛可缪系统开发了生物传感器，以及 UC 100年后出现的生物电脑。他们在拥有着赛可缪系统特性的同时，还会更加理解驾驶员的思维，并根据环境做出一些自适应的动作。那么回顾整个 UC 宇宙啊，在初期吉翁最早通过流体脉冲系统抢先开发出了 MS， 但系统本身缺点还是比较多的。联邦呢，则是利用财力优势研发了当时更为先进的立场马达与人工智能。在1年战争末期呢，联邦只是为立场马达增加磁气覆膜技术，以增强机体的反应能力，而吉翁呢，则是率先开发出赛可缪系统，将新人类的优势极大的体现在战场上。此时的吉翁啊，可以说在技术上一直是有着相当的前瞻性的。而1年战争之后，吸纳了大量吉翁技术的联邦，将双方技术整合，开发重点呢，则是软件操作方面。而吉翁这边呢，则是通过战争贩子阿纳海姆整合两边的技术，不过侧重点却是流体脉冲与立场马达的结合，再加上他们已有的赛可缪系统，使其在0093年依然有着一定的技术优势。至于0096年独角兽嘛，只能说精神感应框架天下无敌啊，而 UC 100年后则是生物电脑的天下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